最近总有球友问我，小杨，大臂停止接小臂内旋，大臂的停止是顺势停的还是主动停呢？为什么面对到位后场球总发不上力？为什么杀球总软绵绵没攻击力，总能被对手轻松防起？想尽快杀穿对面吗？还有球友问，杀球总是杀不尖怎么办？是应该把那个击球点往身体前面放吗？击球点越靠前也就越低，是不利于下压的。关于如何集中发力与下压的奥秘，都藏在开头的提问中。一个视频让你学会正确的大臂制动与顶肘发力。Let's go！ 视频中，球拍微尘白游龙，紧致聚能拍框与6840超薄中感带来更强爆发，立体龙鳞颜值超高。直接公布答案，应该先顺势再主动，就是甩出小臂前应该顺势停，甩出小臂后应该主动停。我们先来理解什么是先顺势。当我们肘朝前架拍时，大臂没有挥拍空间，无法发力，只能靠小臂手腕力量击球。当我们将肩膀张开架拍时，大臂获得充分挥拍空间，此时大臂先前挥，再带动甩出小臂击球，可在手臂实现鞭打效果，力传导更充分。而当我们侧身架拍时，可利用重心转换牵拉核心，核心收紧带动大臂前挥，再甩出手臂，可将全身力量传导至手腕击中。大臂移动过程其实就是顶肘过程。然而，直接肘朝前是发不上力的，而顶肘的一大误区就是刻意肘朝前。我们练习分解挥拍时，顶肘后大臂会主动发力，卡在朝前瞬间停住，再甩出小臂击球。分解挥拍只是作用于初学时固定框架、熟悉动作的训练，若真这样去打球，却发不上力。因为挥拍过程中卡顿力传导就中断，击球需要集中高效的鞭打，挥拍就一定要连贯。这是连贯的挥拍击球，这是卡顿的挥拍击球，而主动发力停止大臂一定会出现无数的卡顿。当我们进行连贯挥拍练习时，我们不强调每个关节位置准确，强调的是架拍稳定下完成重心转换，从而绷紧核心，在带动身体转正中带动大臂前挥，在身体转正瞬间直接甩出小臂手腕击球，此时大臂会顺势停下。我们先复习一下连贯挥拍。架拍时重心在右脚，挥拍第一步是开始重心转换，将右脚的重心蹬向左脚。然而若不顶右髋，重心很难到左脚，所以重心转换一定伴随髋部的转正。髋部转正则下半身提前于上半身转正，核心被拉开，此时核心收紧会带动着上半身也转正，大臂连着躯干，则大臂跟随上半身转正，同时前挥。然而，只有在大臂被带动前挥时，手腕位置不变，才能更好的拉开核心。当手腕位置不变，上半身带着大臂转正瞬间，自然会出现顶肘。在身体转正时，释放手腕，从而甩出小臂与手腕，完成击球。这里需要注意，大臂顺势停其实不是停，使大臂跟随上半身转正，从而完成顶肘。在身体转正瞬间甩出的小臂与手腕挥速是远远大于大臂移动速度的，所以大臂相对小臂在击球瞬间是停了。当球在身后的连贯挥拍练习也是一样的。架拍完成后，正确放置左腿位置，开始转换重心，拉开核心区，核心收紧，带动上半身与大臂向前。连贯挥拍时的注意力在身体转正瞬间甩出小臂上，注意力在核心拉开，带动上身转正，手腕保持位置不变上。注意力不是在硬做肘朝前停住大臂上，主动停止大臂是真的停顿了一瞬间，力传导就断了。顺势停止大臂是大臂还在前挥，注意力集中在何时甩出小臂与手腕击球上，而非顶肘上。小臂与手腕在击球瞬间挥速大于大臂，则大臂相对停住了。可以把大臂的前挥当成甩出小臂与手腕的过渡支点，这个支点不是静止，也是向前移动。
注意力要放在此次点移动至朝前瞬间甩出小臂上，要放在如何在挥拍初期利用手腕的静止拉开核心，放在挥拍后半段释放手腕甩出小臂上。现在我们带着什么是在主动停的问题来看，为什么杀球杀不见？首先把击球点多往身前放，肯定不对。伸直手臂的最高点大概在这里，这是你能获得最大下压角度的点。然而你一旦后退，击球点越靠前也就越低，就不可能杀进。为什么别人可以在最高点下压，而你压不住呢？能否控制出球角度，看的是何时甩出小臂。当大臂前挥距离超过击球点时，甩出小臂只能向上打。当甩出小臂时，肘的位置在击球点后面就可以下压。注意，击球前后大臂都不可大于或等于小臂与手腕挥速，球才能从最高点压下。如果是大臂带着小臂下压，击球点也就在一直下降。这就需要在小臂被甩出以后，击球瞬间大臂主动发力停止，才能将力量更集中传导至手腕，并拿到更高击球点。大家可以先从不发力的下压开始练习，注意力放在甩出小臂的时机，在大臂到达击球点前。因为身体发力少，所以此时甩出的小臂挥速一定大于大臂。切记不可将注意力放在刻意顶肘上，也不可在重心转换前移动手腕位置抡胳膊打球，而是放松感受在身体带动下正确甩出小臂的感觉。熟练后，核心带动上半身转正时可加大力度。甩出小臂后，大臂也要主动发力制动，从而让力量更集中。在甩出小臂之前，大臂先顺势停；甩出小臂后，大臂主动发力制动前挥惯性，从而让发力更集中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